如果你看到国家出现这些迹象，就要留意了。灾难的种子在这时已经种下。国家的边境防务都不能自保，领导们却在捣鼓自己的祖坟，盖龙穴，吹风水，添置自己的大别野，巧立名目，转移民脂民膏。这时，第一个隐患已种下。造谣都是造谣，怎么看出来这就是造谣？要听听领导怎么说。修祖坟怎么了？那叫孝顺。多买几套房怎么了？做个公子还不能投资房地产了？什么叫巧立名目？什么叫转移民脂民膏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大家都在合法的进行跨国金融交易，怎么到了这些人嘴里就变隐患了？对于这些吃饱了没事干的胡说八道，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删帖、消耗、禁言。边境出事，四方邻国只会围观，嘴上永远在关切，心里永远在算计，桌上永远在表态，手下继续做买卖，爸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，进行到底。第二个隐患，不信你看。我方严重警告鸟方，如果你将鸟继续往东，越过我们的边境，我们就会把鸟打下来，卖到东北做烧鸟。我方表示严重关切，严厉谴责发动战争的都是垃圾。不过要是需要武器，私我。我方表示声援鸟方，声援能小的发，就是声音大点发。朋友，你听到了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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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方表示，一辈子反独裁，在民主国家，想打就打，这么爽的决策是根本做不了的。独裁者真他妹的，需要下台，赶紧下台，只有把他变成跟我们一样，才好继续搞。那个苏密马散，我方表示苏密马散，烧鸟是日本的这个立场，我们坚持苏密马那个散。切，都在装啥逼玩意儿？这么好的时机，还不蹭个夜赌，支持东北烧烤旅游？赶紧哈，给老子找一对 YouTuber 去东北烧烤要外网霸屏哈！喂，有人还关心那边还在打鸟吗 ？Who knows？ 让老百姓疲于奔命，赚一块花一块，上交一块，昨天加今天等于透支明天，再把老百姓的纳税钱花在没用的人事物上，让人服于事，事服于人，帅锅技能满分，没米下锅的国里人，花不到自己的血汗钱，远道而来的外邦人，吃拿卡要全满足。第三个隐患，圣上请看，总是有这等刁民，爱说这些个刁话，煽动民心。我朝早就已经举朝通报，没有撇命问题，没有撇命问题，没有撇命问题，重要的话说3遍都没用。我朝早就已经 great again and again， 一个春梦接着一个春梦了，怎么可能还有人吃不上饭？再说了，官家的钱想怎么花，想花哪里，那是大局问题啊。那等小小刁民可以没有大局观，但不能扰乱我朝大局，否则就是寻衅滋事，就是不耐操，这些都是犯罪。既然犯罪了，就是罪犯。臣等奏请，把这种刁民抓起来，待臣等修改法典，再依法办理。看到了吧？乱抓人，罗织罪名，就是这些冗员庸才。面上都是一身正气，实
事及霸占官位胡搞瞎搞，劣币年年驱逐两弊，朝廷系统形同虚设，有志之士日日愁苦，人心思变，个个相反。无能的他们只懂得修改法律，党通法义，中才之士却只能明哲保身，闭嘴不言。这就是第4个隐患。来人啊，查查这个 UP 主敢忤逆上位，直接关起来。先上个大型伺候，老虎凳辣椒水，打火机烧屁股。先伺候着，我这就去禀报圣上。启禀圣上，咕叽咕叽，呱唧呱唧，哇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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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居然有人敢这么说！朕自登基以来，日日早起，夜夜勤力，创造了山里山外无数个奇迹。每次微服旅游，都瞅着国人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；每次关心国事，都听到边境稳固，士气高涨；每次会见来宾，都感受到外侨思乡心切，外邦睦邻友好。如此的国泰民安，万邦来朝，难道这些人都看不到？挖出那一丢丢的毛病，却天天挂在嘴上，简直是居心叵测。通通给朕抓起来，免得他们蛊惑人心。给关起来慢慢审，慢慢查，即便一开始看不到罪行，时间久了，总能找到个蛛丝马迹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第5个隐患。如果一个人自以为穿上龙袍就是帝王，却名不副实；自以为坐上了龙椅就是君主，却才不够格；自以为掌握了天下的权力，就是天下唯一的声音，却德不配位。这样的第1把交椅，一旦倒下，砸死的可是天下人的命运。看看，这种人只是看起来像是个聪明人罢了。如果真是个聪明人，怎么能不明白浑水一池才好摸鱼，蠢人上位才好糊弄？如果代代君主都生命，那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走完生老病死的一生？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生老病死，那这个世界就不再是这个世界了吗？所以不要再说奸佞误国，小人当道，俺们也不过是应运而生，帮助国家灭亡，朝代更替而已。如果一国一政还处在生命的上升运势，又怎么会不重视忠臣良才？只有在衰亡的魔道上一路狂奔，才会出现君主耐心坚定，鞭笞忠臣的戏码。如果圣上真的重视忠臣，他会不能容纳逆耳之言吗？如果这个国家真的需要忠臣，他会让忠心的人含恨而终吗？所以，别再把祸国殃民的大锅子甩在俺们身上。是这种末运衰到召唤了俺们才会出现。所以呢，都是世道的问题，不是俺们的问题。如果真是个明白人，就会懂的。在这个操蛋的世道里，只有加入俺们，才是正确的职场打开方式。加入了俺们，跟俺们一起屏蔽真相，一起排斥异类，一起墙头余力，一起树倒稈树，才是潇洒快意的人生。如果我不加入会怎样？如果万一，那可能就……看到了吧？弃词狡辩，颠倒黑白，巧言令色，威逼利诱，这种奸佞霸屏、忠臣消退的局面，正是第6个隐患。那已经集齐了6个隐患，国家会不会到此就嗝屁了呢？并不会，即便如此多的祸患横行，只要老百姓有饭吃，他们都能忍耐下去。这么难忍吗？只要丰衣足食，即便朝野内外祸患横行，老百姓都能忍。选择同流合污的，也大有人在。如此这般，国家虽然好谢，但
旦没有败光，就能继续苟延残喘。只有到了鸡年荒岁，到那时，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，他们才会撕下表面的假仁假善，露出吝啬凶恶的本性。到那时，民间疾苦，人心散乱，上位已经无所谓作为，因为下位已如行尸走肉。到那个时候，才是第7个祸患集齐，引爆灾难的时候。他说的那些情况，我们都看不到，也从来没有经历过，没有看到过，没有经历过的情况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不是真的，那就是在蛊惑人心。看来上面宣传的没错，就是有这等不爱朝的蛀虫，才会天天盼望母朝崩塌。把这种人抓起来，才是大大的正确。你看是不是特别有趣？就算有人把灾难的种子、祸患的时间一次次说清楚，一个个讲明白，不相信的人还是会等着祸患到来，灾难临头，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的见闻，不知于自己的正确，自己把自己关进牢笼，又怎么可能躲过灾难呢？可是他们这也是没办法呀，毕竟现在的谣言太多了，真话夹杂着假话，就好像麦子混杂着稗子一样，谁能天天时时刻刻去分辨哪个是麦子，哪个是稗子呢？难分辨就不分辨，无法分辨就自以为是，不知道什么是祸患，也不能分辨什么是祸患，该信的不信，不该信的乱信，这样的人生难道不是另一种灾难？到头来自己祸患临头，你说这祸到底又是谁的锅呢？这岂不是应了那句老话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